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问路时怎么说。小美，你有没有过那种？哪种？你说说看。就是想问路，但还没开口。还没开口，是害羞吗？不是害羞，是纠结开头语。哦，开头语，比如说什么？对啊，说请问还是打扰？哈哈，这个问题很有意思。你别笑，我真的想了很久。你是担心太客气了吗？或者说不够礼貌。哇，原来你会想这么多。当然了，这很重要，好不好？我以为你很随意的呢。问路时，第一句很重要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问路人，我会希望对方很有礼貌。是的，有礼貌会让人想帮。我有一次就没说好开头。怎么了？没人理你吗？不是，对方眼神很疑惑。哦，听起来有点尴尬啊。我直接问火车站怎么走。哈哈，也太直接了吧。我当时太着急了，忘了。所以说，第一句是关键。是啊，你一般怎么开头呢？我会先看对方有没有空。然后呢？还需要眼神交流。对，然后说，你好，请问。听起来很标准，很安全。是啊，基本不会出错的。我觉得打扰一下也很好。这个说法也很常用。它显得你很尊重对方。是的，不打扰别人的时间。有时候直接问会很奇怪。对，那样问感觉有点突然。比如在安静的图书馆里，那里确实要更小心一些。我就只会用打扰一下。那如果在嘈杂的街上呢？可能请问更直接一点。声音也要大一点才行。说话时的语气也很重要。一个友善的微笑也会加分哦。对，加上友善的表情。遇到好心人就更好了。中国人普遍都很乐意帮忙。这是真的，他们很热情。只要你开口问的对了。哈哈，是的，开口很重要。接下来我们聊聊具体问法。好的，比如怎么描述地点？没错，还有方向词等等。期待你分享更多经验。好的，首先描述目标很重要。对，要说清楚去哪里。比如，请问地铁站怎么走？这很直接，别人一下就懂。也可以说我想去呢。这种问法也很常用。没错，利用地标性建筑。哦，比如肯德基旁边。对，或者说看到什么。看到一座高楼就左转。这样具体多了，不容易错。中国人好像很喜欢用参照物。比纯粹的街名好记。确实，街名有时候很长。我有一次问路去市场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迷路了？对方指着说：“看到那棵大树吗？”
哈哈，很生动的指路方式。但我看到的是一片树林。哇，那岂不是更糊涂了？是啊，后来又问了很多人。所以要学会确认信息。确认时可以重复对方的话。比如是往前面走吗？对，或者是左拐吗？这样能避免走错路。除了地点，方向词也很关键。左右、前后、上下都算。往前走，往右拐最常用。穿过这条街也很实用。有时候他们会说一直走，就是直走，不要拐弯的意思。但一直走到底多远呢？这就需要追问清楚了。大概走多久？或者还有多远？真是个好问题，很有用。还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。哦，什么有趣的现象？有些好心人会直接带你过去。哇塞，真的吗？这也太热情了。我亲身经历过好几次呢。真是特别棒的服务和帮助。这就是他们善良的表现。所以遇到这种情况要连声感谢。当然，心里会很温暖。真是特别棒的体验。那么，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呢？遇到带路的情况，怎么回应？我们下次可以聊聊。比如，问路时遇到方言怎么办？哎呀，这可真是个大挑战。是啊，有时候完全听不懂。我有一次在四川就傻眼了。哈哈，四川话确实很难。当地人热情，但我一个字都听不懂。那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？我就拿出手机，指着地图。哦，用肢体语言和地图，聪明。对，或者找看起来年轻的。年轻人普通话会好很多是吗？通常是的，教育普及的结果。这倒是个好办法，值得借鉴。还有啊，别怕重复问或者换人。确实，有时候得问好几个人。我朋友上次问路，对方指了反方向。哎呀，那真是太尴尬了。幸好他又问了第二个人才发现。所以多问几句是没错的。我觉得这考验耐心和勇气。哈哈，还有听力理解能力。你说，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？我通常会先说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请问是万能句。是啊，体现了礼貌和尊重。中国人很看重这些细节的。怪不得大家问路都喜欢用这句。尤其是在陌生城市，更要客气。没错，给对方留下好印象。这样他们更愿意帮助你。我发现有时候问年纪大的人，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他们会用最详细的语言描述。比如，过了大树，左转第二个路口。对，还会加上那个老店旁边。哇，这真是非常贴心的指引。是啊，有时候听得我云里雾里。但能感受到他们的真诚。这也是一种文化表达吧。没错，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。
哈哈，被长辈照顾的感觉。有趣的是，不同地方语速也不同。真的吗？我没怎么注意过。南方有些地方语速会比较快。那听不懂就更困难了。这时，肢体语言和眼神就很重要。眼神交流传递友善。还有一个情况，你遇到过吗？什么情况？有点好奇。就是问路时，对方告诉你绕远路。哇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背后有点意思。有时是他们想帮你避开堵车。哦，是为我们考虑吗？对，或者避开正在施工的路。这样啊，真是挺贴心的。我有一次在重庆问路，山城地形很复杂吧？他们指的路弯弯绕绕，听起来就觉得很费劲。走了一段发现其实有捷径，但那条路可能不好走。所以他们给你选了平坦的。可能是，或者觉得更安全。这种细心真的很稀有。是的，这也是一种热情。但不是每次都如此。那有没有可能，他们也不确定？完全有可能，但又不好意思说。啊哈，面子问题来了。承认不知道，会觉得失礼。我懂了，宁愿只一条路。对，哪怕不是最近的。所以多问几个人很重要。交叉验证比较保险。你会怎么委婉的确认呢？我会说谢谢您，我再看看。或者这条路好走吗？这也是一个很有效的策略。有趣的是，北方人有时更直接。真的吗？怎么个直接法？他们会说不知道，或者你问别人。哈哈，这样听起来倒也省事。但有时候他们会直接带你走。哇塞，这真的太暖心了。我在东北遇到过一次。他们直接带你去了吗？对，一直把我带到巷口。这简直是活地图加导航。让我非常感动，觉得很亲切。这种帮助是无价的。这也是一种老铁情谊吧。体现了地方特色。咱们问路时还要注意什么呢？除了多问，还可以看周围。比如有没有明显的地标？对，大楼、商店、车站等。还有一点，你有没有发现？什么呀？快点告诉我吗？就是晚上问路，情况会更复杂。真的吗？那下次我们再好好聊聊这个。我觉得现在就可以聊聊。哦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经验之谈啊？当然了，晚上问路光线很差。是啊，而且很多店面都关门了。对，你发现没？晚上路人也少了。没错，尤其是在老城区或者小巷里。我有一次在上海一个弄堂里迷路了。哇塞，听起来就有点吓人。那时候手机快没电，心里很慌。真是个棘手的情况。你怎么办的？我看到一家还在营业的小饭馆。聪明。
饭馆老板通常都很热情。对，他不仅告诉我方向，还给我画了地图。哎呀，这真是雪中送炭啊！所以我觉得晚上问路要找特定的人，比如便利店员、保安或者饭店老板。对，他们对周围环境更熟悉。还有，我觉得问路时表情也很重要。怎么说？要显得更可怜一点吗？哈哈，不是啦，要真诚、礼貌。真诚很重要，让人感觉你真的需要帮助。是的，中国人很讲究人情味。人情味，这个词用得太好了。它指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情感。所以问路也是一种情感交流了。没错，你有没有遇到过指错路的情况？哎呀，这个可太有了。有一次我被指到一个死胡同。哈哈，那得多郁闷啊！真是哭笑不得。后来我学乖了。怎么学乖的？快分享一下秘诀。问路时我会稍微重复一下路线。哦，确认一下对方说的对不对。对，比如您是说先左转再右转。这个方法真棒，可以避免误解。也能看出对方是不是真的清楚。哇，这招高明！平时大家都会这么做吗？我觉得不少人会，这是沟通的技巧。那么有没有那种比较委婉的问法呢？当然有，比如请问您方便告诉我？哦，加上方便显得更客气。对，中国人很注重不给别人添麻烦。这是典型的不麻烦别人文化了。没错，所以你问路时也要体现出来。我明白了，既要真诚，又要顾及他人。真是个大学问啊！小小问路学问多。说到这里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快说来听听。如果遇到的是个外国人，该怎么指路？哎呀，这个情况可就更有趣了。对呀，那该怎么给外国人指路呢？首先，得尽可能用简单词语。简化表达是关键，对吧？再加上丰富的肢体语言帮助。比如指明方向或者动手比划。对，生动的手势是通用语言。当然，还要有足够的耐心呢。没错，耐心细致真的非常重要。我就怕自己表达不清楚怎么办？那就多重复几次，或者换种说法。或者使用一些明显的地标建筑。这是个非常直观的好办法呢。比如看到大超市或者地铁站。比起左右转弯要更管用哦。是的，这样更容易被大家理解。我有一次遇到个迷路的法国人。后来你成功给他指路了吗？我用手机地图纸给他看方向。哇，这真是太聪明的好办法了。然后再配上简单的中文词语。这样就能做到万无一失了。关键是这份帮助人的热心肠。帮助到别人就会很快乐呢。小美，你真是说的真棒。是呀。原来问路和指路都学问这么多。不仅仅涉及语言表达的问题。
更是文化理解和沟通的能力。真是越聊越觉得有意思了呢。以前总觉得这些都很简单呢，现在看，处处都藏着大学问，都要我们用心去感受才行哦。是的，每个交流的细节都很棒。我们的日常人际沟通也是如此，里面藏着很多生活小智慧呢。今天真是让我觉得收获满满。我也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呢。小小问路里面真的有大学问呀。对，这趟探索的旅程很值得。没想到问路也有这么多小讲究。对啊，体现了中国人交流智慧。比如，不要给别人轻易添麻烦。我觉得这真是个很大的亮点。真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啊。希望大家也能有所体会到。那么，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呢？大家在问路或指路时有什么让你特别难忘的独特经历吗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分享给我们。我们下期节目会聊聊如何巧妙地表达感谢和真诚抱歉。是不是也很想知道这些呢？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。期待与你在空中再次相遇。